有没有巅峰对决呢？让我们来看看。主要是微博会把什么给到 AG？ 什么东西不放？给鲁班纳什。最好我觉得是放鲁班纳什。哦，空空儿。如果他想用镜的话 ，AG 这边感觉也要思考一下。如果放出来的话，太明显了。镜直接 ban 掉。思路清晰，意识明确。鲁班纳什还是盾山？这下就有点难受了。如果这手镜没 ban 掉，我觉得大概率就是这个鲁班纳什放出去给你，大概率就 ban 盾山了。对，先拿纽啊。哦呦，并不着急，再晃你一手。当历史只剩罪恶，唯有推倒重来。微博怎么选择？狂铁终于在这一局拿出来了，但是AG有关羽。太乙，先看一手。怎么感觉突然开始有点求稳了？而且微博这边还有裴擒虎。关羽我觉得得拿。盾山，那搭子要不要出来？盾香。盾香。那应该后续微博就是搬关羽司空震，再加一个。看下这个 counter 位怎么给啊？这个3楼的 counter 位，老虎感觉不是很好打吧？不太好拿。飞打女娲打算上都好用。锁了。美玉美景什么的，只是出于本王子对美的欣赏。关羽没问题。下一班要搬掉司空震。西施为盾山搬的。夏侯。后面还有一手安琪拉 ，AG 要不要搬？海月。微博最后一班，司空震搬掉，再搬个搭子。这是安琪拉 AG 处理，安琪拉搬掉，太清楚了。这种时候你没点冷门招数来真不好办。对 ，all in， 这就是说白了要自己玩。是的，甚至可能要进去跟你爆了。就打个3火直接上天。对，就这种一是可以解放太乙真人。让他去跟到正面野河的节奏。2的话就是逼急了，他也能够进去成为去跟对方 C 位，就特别是一诺兑换的一个筹码。他能够打这个1号位。哎呦，这样的马超，正面打不过这破塔，还有这一手拿出来感觉有点厉害。主要是后期带线，微博这边没人能够盯住他。他打小麦也好打，带线子墨也没办法。而且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危急时刻用马超站出来了。是的，就这手拿出来 ，AG 的观众可能会心里会很安啊。微博最后一手中路，好家伙 ，AG 在这个局里第6局拿出了盾香加女娲加马超，而且也不遑多让。主要确实听月这手没什么英雄了。对，武则天其实比嬴政好一点。你如果选嬴政的话，没人处理这个马超，解决不了。武则天还能多一段控制，而且能够跟太乙接 combo。你拿嬴政，他进来乱捅你。对。随便说，带线随便带，打团随便打。这个武则天确实增加了一手容错，而且他能跟一下 combo。因为这个阵容的话，前面的开团你说有吧？太乙跟狂铁，但说实话有点薄弱。但加了一个武则天，其实微博的中野辅的爆发是够的，就是他需要一点火力掩护，不然感觉切不进去。对，就首先对一诺这边的威胁不够。你如果换个嬴政加太乙，就对 AG 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但是这个带线，我觉得渲染这个点还是一个微博有点难处理的点。就正面一定要小心，特别是在马超带线的时候，正面的4得收，因为微博肯定是要跟你打架的。其实危急时刻，这个马超已经真的，我觉得站出来过很多次，救了太多次了，救了太多次了。双方阵容已经确定了，微博应该还是会像上半场的节奏一样，尽可能前期去打凶一点，要打快。对，
今天的比赛属于双方的比分在交错的上升。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微博来到了巨大的优势，甚至险些3比0的开局战比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面 ，AG 依旧开始展现自己的韧性，一分一分的把比分再往回咬。他们今天是否还能够再次在逆境之中完成一次反冲？像常常说的一样，每天都是绝境，但他们依旧不会跌倒。还是北京微博拒绝巅峰对决，把比赛咬死在第6局。其实真的，今天这场比赛是一场值得尊敬的比赛。就北京微博有这样的发挥，暖阳今天如此的状态，都没能够直接把 AG 大比分赢下来，而是被 AG顽强的一分一分的往回咬。就足以证明有可能要来到巅峰对决，足以证明 AG 的强大，但也足以证明北京微博确实是 AG 最好的对手。是的，今天使用了非常规的方式，先拿到赛点，并且在局内的前期打得都很好。是的，就今年的比赛真的是这样。从去年的 AG 开始，他们慢慢展现出这种拦不住的势头之后，今年开始有不同的队伍重新的磨合组建，一点一点的崭露头角，然后用这1年的时间再慢慢挑战 AG， 而且高速的成长啊。对，今年春天的时候，你还想象不到北京微博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姿态站在这个位置。来吧，双方第6局比赛，蓝色方成都一超会，红色方北京微博，比分2比3，让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巅峰对决。出击。视野给到 ，AG 选择了后勤线，武则天卡个1听起来是比较快的，是的，想反个大的山豪，能吃下来，反一组，好像是小的被女娲拿到，大的被武则天拿到了，够了。对，对象一击还是太强了，红隼肯定是能拿的。但这把的核心中的核心啊，就是还是暖阳，感觉。他这把得肥，就感觉这么说吧，如果这局微博想在第6局把比赛结束，感觉暖阳得是 MVP 才行，就是他得是4连 MVP。我很难想象武则天或者说这样的英雄，他怎么样能在这种局里有特别高光的发挥。对，或者小麦这种闪现女3，我感觉太困难了。就常规来说，肯定是太乙跟武则天接 combo， 但是这个收尾的人一定是暖阳。还是那个问题，太清晰了。对，清晰到 AG 也知道你要干嘛。而且这把还是那个点，一诺得在前期特别小心。然后 AG 真不着急，他只要让2条边来回发育就可以了。对，就是一诺的经济越来越高，然后马超这边经济越来越高，微博就会着急。所以说这把忠义和大帅的尽可能还是在前中期保下路的一个发育。所以要看我觉得暖阳这边怎么样带着队伍像前面一样去搞一波那种逆向思维，就出其不意的一波团。对你正常发育到后面，我们看过无数次啊，渲染的这个马超在边路，对于对面来讲。就是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就骗你人回来之后立马正面5打4，拉扯的非常难受，就变成一个悬在对方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藏视野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因为兵线交汇的时候武则天没露视野，已经猜到了。这波要传回去。太守河道走，第一时间不敢过。看武则天这边应该在等空间之灵的刷新，有点慢呐。所以说打完之后确保拿到了再回来传。是的。吃一口。说刚刚 AG 的是3、4个人去卡中左的，但是微博没有回来，两边都很谨慎。这把真的不容有失。对。对位双方的前期。但如果一直放小麦一个人玩的话，其实一诺的经济会被拉得特别高。就每一波切完线，像赤甲、烧鸡全是他的。如果大家前期保持平和，什么事情都不发生，反正 AG 肯定能接受。对，他的这3条线不是1条线，他是3条线都拖得起。是的。马超、女娲双香，所以说前期微博还是得搞点事情。主心。布莱奇师还有一个太乙的加钱。4分钟这能不能放？4分钟那波其实微博肯定是要接的。对，感觉不能放。主要 AG 这边要不要考虑？最好是放掉，让马超去顶着那个2塔前去断波线。
然后看能不能去反对方野区一点小野什么的。因为在那种地形，其实五子天大招和太乙很能够接 combo， 容易一波让飞直接起飞。微博需要找个契机打起来。对，直接来帮子墨抢线了，要准备4分钟的龙团。对，要碰一碰了。先下来一个 AG 这个站位应该是放了，马超都不过来了，防御塔护盾消失，弩车出击。断线。应该是不要了。对，我先反个烧鸡。好像暖阳撑下来，手很稳，大招解控，哇，很细节。顶了一下。大招霸体接1技能，对，很帅。不然有点危险啊。对，如果被留下来。刚刚钟意是想利用自己的霸体去抢一下，没想到微博这边 run 得很快，但这个下一塔能推，还行。突然马超是先断了波线，打了一波时间差。躺幻龙。对，这波传下来的时候，狂点是要清线的。这样其实对于 AG 来说是能接受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范畴。对，就他那条龙本来就是尝试性的去能抢一下，试一下看能不能抢回来。就抢到血赚，抢不到不亏。是的。好在魏博有个太一直跟着加勤啊，所以说哪怕前面 AG 资源控制很多的情况下，不会拉的特别多。在中路同时做出了梦魇。看一下射手位的经济3200、3900，清完这波线应该拉个5、600，这个是注定啊，肯定的。因为前面小麦一直是一个人抗压的。对。是吧？他的经济不是最重要，暖阳的经济最重要。也领先了中医这边700左右，但容错是真的低。这把就真有点那个刺客出刀的意思，你可能磨刀磨了很多年，准备了很多年，你就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啊。就是一波团。那一波打赢了，你可能就打赢了；那一波要没了，后面可能就再也出不了手，是的，就白磨了。小麦这里找到了位置，哦，想去抓渲染，疾跑开起来，找角度蹬起来，伤害够了，是刚才一波蹲草的视野带来的收获。小麦第一时间看到渲染之后没着急动，他知道一个人打不过，他弄不了这个，直接把暖阳给叫过来。是的，在渲染的视角里面，他是不知道小麦蹲在这儿的。哦，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2个人了。对，这波有可能是转折点啊。这个是一个在计划之外的人头。是的。但刚刚是 AG 反了一波魏博的红，但这波也换掉了，正好 AG 的红也刷新，这样被迫得过来协防了。这样其实相当于飞加快发育了。对，我觉得还是一样的问题啊，就是 AG 3个点，最重要的一个点一定还是一诺那个点，然后是马超这个渲染这个点，就是这2条边线的核心。就是当我觉得什么时候暖阳出手去刺杀一诺的那一下才是关键点，是这一把真正的转折点。成功了就成功了，如果失败了，想再有下一次难上加难。是的。看一下打野的经济啊，领先了1500，这没办法，就是刚刚那波击杀。是的，大招砸一下，但这波子墨的话是苍穹闪现全交啊。现在 AG 尽可能还是去玩线哦，2下拉一枪走。但这波的话打低了状态，而且武则天手里没有大招，这波蓝区要不要给点危险？就隔墙进还是太难了，毕竟马超现在还是尽可能要去牵制。哎呀，第2件装备，哇，渲染这边直接做了极寒风暴，增加自己的容错，因为上一波被抓，其实飞的经济是非常高的，得保一手护甲。这局很有意思啊。红区应该也是给压力做样子，都是非常的谨慎。是的，这把其实是我觉得真的联盟里顶级的射手大核跟顶级的刺客之间的博弈啊。大招给柴火要被留，哎呦，好难受啊！他的一个废墟，但是要出来，要被守，再拖时间。是的，这撑1秒是1秒。暖阳的嗅觉非常敏锐，找不到一诺找大帅，已经尽力了。他让渲染把下路的线给带掉了。对的。哎，这个暴君能不能再开掉 ？AG 反应速度非常快，这就是临场应变啊！不浪费时间。虽然说第一时间被留了，立马钻在了1塔的废墟里面。
还往上走，拖延大概有10秒钟左右，这10秒钟很宝贵。 6700、8100，没办法，野河刷的还是太快了。但暖阳这把的装备啊，看一下非常暴力啊。但坏消息就是刚刚那个人头又是给到了暖阳，是的，主要他经济现在他做的装备也没有任何的防御属性，纯输出。对，因为他知道其实做防装看似在提高容错率，其实在降低自己的容错率。对，他必须得出手就得秒杀。他这个装备只要控到双向一下，直接就秒了。A3下一个大就直接斩掉了。 所以这打的也很小心，很小心。就因为前面2波的一个抓边，所以说现在渲染不能带的特别凶。很有意思，将近10分钟，其实就2个人头，其实画面上是没有那么激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让人特别紧张，都在等10分钟的节点。就出手那一下，一诺3件套 LAG 防守的那一下，AG 这把也达到自己的预期了。虽然说经济没办法达到野河的高度，但是经济非常高的射手。 该交的闪还得交啊，因为他发现这个伤害真的吃不住。这波是看到狂点漏了，正面想冲一波中右，打出了9星的闪。子墨回包吗？河道的位置，但如果 AG 要接的话，的这波线是不能带的。而捅不动。马超这波其实得来正面，这个线不能带，带的话正面就要微博摸龙了。对的，先摸起来。一诺这边在做最后的战备，再拿红。 这波龙团看样子是不想放的，各自都有自己不能放的理由。没舔到，合体9000拼一下，终于抢到了，关键抢到了，然后这个位置非常难受，复活给慢了，打掉，但真的非常难受了。落地没挂上，落地给云猪八戒再一个反做。你别看我没经济，但我该干的事儿我一点儿都不落下，再往前追，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整整10分钟的发育就只为了一波的团战。再往前，红 buff 一炮。 再留太乙，再补一下2连击破0换4。这波团战打完之后，基本上这局比赛就可以盖棺定论了。10分钟 ，AG 的闹钟又响了，一波女娲大招打残了龙，配合上中艺的一个惩，就是一波团战，就是半场比赛的胜利，就是在这局比赛里。就是中艺，他这局就是个工具人，但他这一条龙就价值千金。对，一个大招打残，霸体抢龙，撑收尾，这里还没倒。这波其实就算复活给到了，也要被手持。是的，其实关键不在于暖阳死没死，而在于他那一下已经没有办法再给到一诺威胁。对，因为正面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暗影暴君身上。是的，就是他后面，我本来以为是打龙是阳假逼团，假逼团真打人，但他们可能看到龙血下的太厉害了，他们真打龙了。 有点没忍住，对的，给复活能守吗？他也没闪的，拍起来无坚不摧，可能要直接一波了，可以打持续焦点2路兵线。是的，炮车进来了，看来这场比赛就要来到让我们最期待的环节，还有兵线后面，要死了25秒的复活 ，AG 应该要继续压境，没道理不往前走。 一诺在找角度，侧面小麦可能要上去拼一下，看能不能3火去爆一手，2个人在2个角度勾起，成都 AG 超